为帮助美国补窟窿，美方期待中美对话，但忽略了一个重要条件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美国向中国放软话，但中国不接受没有诚意的不速之客。最近几天，美国再次向中国释放了接触的讯号。不过，这次释放讯号的人有些不同寻常，不是此前就一致吹风要访问中国的耶伦和布林肯，而是拜登核心团队内部的鹰派沙利文。沙利文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，这个机构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反华专家的大本营，里面包括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初设计者之一坎贝尔，宣称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削弱美国、建立全球霸权的杜鲁松等等，可以说是卧虎藏龙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沙利文在媒体上高调对中国开炮，说中国如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话，那么白宫将会让中国真正为此付出代价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沙利文出面说美国希望与中国接触，而且特别提到是希望两国元首能够接触，证明白宫确实是迫切地想和中国沟通了。拜登为什么如此着急地释放接触讯号呢？恐怕和美国最近的经济有关。美国的眼睛最近一直盯着中国看，接连拿出了威胁评估报告和数额惊人的军购开支案，要和中国进行全球竞争。结果没想到自己家的金融体系已经开始倒闭了。从硅谷银行破产开始，美国境内多家银行的股价争先恐后的大跳水，美国财政部紧急下场抢救。目前来看，这种急救让美国的金融系统在短期内不至于崩溃，但是金融的窟窿就在那里，是加息救美元呢，还是降息救银行，已经成了摆在美联储面前的两难问题。现在全球唯一一个有能力帮助美国补窟窿的只剩下中国了。但是两个国家之间要对话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，就是要有对话的诚意。这种诚意简单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：第一，要言之有物；第二，要说话算数。这两点现在的拜登政府哪一条都做不到。言之有物就是要有来有往，双方要有可谈的条件，有可以交换的筹码。但现在的美国只会冲锋，不懂谈判。出现这种情况，首先是因为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霸权，横行霸道30多年，习惯了用压迫、威胁的手段和其他国家打交道，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。其次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日益极端化，任何对中国的让步都会被反对者批评为软弱。拜登现在正忙着为2024年竞选连任做准备，肯定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政治风险，无论是从能力上还是意愿上，都拿不出值得中国上谈判桌的筹码。说话算数就是能够言出必行，承诺的事情要做到。在这一点上，拜登在中国这里是有不良记录的。拜登从上台开始就被认为对美国国内政治风向的把控能力不足，是个小政府。中期选举之后，民主党更是连众议院都丢了，要想推动任何法案都难上加难。所以就算拜登在中国沟通的时候做出了一些承诺，回到美国之后，这些承诺也很难落地。在这种情况下和他沟通完全是浪费时间。当然，中国是愿意沟通的。在过去几十年，美国大肆渲染所谓的对华竞争的时候，是中国一直在努力守住两国之间的交往下限。为了展现沟通的诚意，中国在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尽可能的让渡利益。中国官员甚至还从北京一路飞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，没来得及倒时差就直接走进谈判场。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消耗了中国的诚意和信任。拜登如今想要临时抱佛脚，必须要拿出足够分量的筹码和足够信服的诚意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